联发科 MT7987A 的高配方案实际表现怎么样呢？我买了它的首发，就是这款腾达 B17200双频 WiFi 7路由器，具体的型号是 B112 Pro。我的购买价格377元，前300元8折，还有晒单红包，算得上经济实惠了。但好像买的人不太多。截至22日凌晨，拼多多官方店页面显示销售8.5万元。京东自营这边看不到销量。因为晒单有30元红包，我推测销量大约300多台。我个人觉得这个销量偏低了。机器的卖点是强劲算力，300元以内4核 2.0G 处理器，加上满血的 B172 WiFi 以及2个 2.5G 网口，硬件配置看上去很超值。我们看看产品怎么样。首先开箱，路由器本体套着白色的保护带，配件有12伏2安的电源、6类网线、腾达特色的 NFC 贴纸和说明书。说明书展示了接线、配置、Match 组网，常见问题中还有 NFC 的说明，介绍的挺全面的。路由器的外形像山峰，也有点像除草的耙子。它的正面有品牌 logo 和指示灯，背面有大量散热孔，标签上的版本号显示 V1.0。下方是电源孔、2个 2.5G 网口和3个千兆口， Match 组网按钮和重置按钮。底部中间也有散热口，可以形成很好的风道。进入后台，我发现它与我2年前测试的云霄 AX3000 差不多。它的基本功能做得还不错，工作模式切换做得很直观，很适合新手，还支持远程打印功能。它的问题也与云霄 AX3000 差不多，游戏加速只有一个 OPPO 加速，家长控制比较简陋，友商产品还可以精确的限制某个软件的联网，还有这个智能省电功能。比如我现在的待机功耗是 5.2 瓦，设置 WiFi 定时关闭后，手机立马连不上了，但是功耗几乎没区别。关闭指示灯后，功耗也没什么变化。把 WiFi 的信号强度从穿墙改为节能模式，功耗稳定之后还是 5.2 瓦。智能省电不如改为时间管理更合适一些。下方的硬件概要可以看到，当前的温度为52度，同环境下我的主路由器MT7986 芯片的，它的温度为 23.5 度，环境温度只有11度的情况下，差距如此明显。接下来测速，顺便看一下 CPU 占用。我一开始就发现个奇怪的问题，手机只跑了200多兆，查了一下协商速度也是很低，又测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跑上去。后来发现手机远离路由器后，速度就正常了。经过多次测试，iPhone 16 Pro Max 在近距离下跑不满1000兆，大于20厘米后正常，安卓近距离没问题。把手机放在电脑的屏幕后可以跑满带宽， CPU 几乎没有占用。接下来我给手机限速10万 KB 每秒，也就是大约800兆。刚开始速度压到了800兆左右，但是很快滑坡，几乎没有速度了。第二次测试正常了，但是 CPU 占用很高。此时 CPU 温度上升到了62度。打开外壳，我们先看上面，5根天线，其中4根是一样的，它们是双屏复用天线。中间不同的是单屏5G 天线，相当于总的天线数量是9根。取下屏蔽罩，发现它的处理器与屏蔽罩之间没有导热垫。主控芯片是 MT7987A， 4核 A53， 主频是 2.0G， 内存512兆。闪存128兆，无线部分的基带芯片是 MT7992A， 5G 射频芯片为 MT7979N， 2.4G 芯片为 MT7975N， 都采用了内置功放。下面2个屏蔽罩焊死了。通过主板分析，最右侧的是 2.5G 芯片 EM8811H， 第2个 2.5G 网口为处理器直出。左侧的是交换机芯片 AM8855，负责3个千兆网口，它的后方有一个巨大的散热片，通过很多螺丝与主板固定。芯片正面没有散热，这就导致 MT7987A 去掉了基带，反而更热。为了进一步测试，我没有装外壳和屏蔽罩，就这样待机1天。后台显示温度39度，热成像显示 MT7987 表面30度左右，左侧基带芯片大约26度。下面测 WiFi， 保持穿墙模式，修改信道为44。它的 5G WiFi 有4条空间流，默认开启 KV 漫游。
WiFi 6下协商速度为4800兆，环境中没有强信号的干扰，波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5。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。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，腾达 B7702 待机功率6瓦，相比同样不带外置功放的 MT7986 方案高一些。它的测速结果很不理想 ，BCDE 点下行速度还不如最上方的2条天线的路由器，看样子还没调教好。总结，腾达 B7702 采用联发科 MT7987A 芯片，4核 A53 2.0G 主频，搭配高端的 B772 WiFi， 并且包含2个 2.5G 网口，硬件方面没有短板，只是系统和调教不太行。iPhone 16 Pro Max 近距离测速异常 ，WiFi 穿墙后下行速度基本垫底。官方系统缺少主流的行为管控和常见的游戏加速，而且在细节方面也有问题。例如，点击左侧靠下的功能需要手动上滑到顶部才能看全内容。手机 Web 端后台在切换电脑版时，页面异常卡死，需要多次刷新才能进入。总之，它的系统目前无法体现出硬件水平。还好它自带了 U-Boot 和串口拆单，等第三方固件出来，才能发挥出硬件的价值。